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 Weekend Projects on Z56。本周要进行的是 App Inventor 的第7集，语音控制 ESP32 IoT 专案必备程式库的范例。本周来示范如何设计 App Inventor 2语音控制 APP。只要加上我之前所介绍的 IoT 专用必备程式库呢，可以让你快速上手 IoT 专案哦。为了让使用者更好上手，本次呢我并没有放入 MQTT 的程式码，让范例更简单一点。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实际操作的影片。好的，首先呢，我们先来启动这个写好的 Voice Control 的 ESP32 程式。打开后呢，会先到一个 Splash Screen， 那我们就按 Let's Begin。接下来呢，就会进到这个 APP。那在这边呢，我可以按一下这个 Voice Command， 来说一个语音指令，来启动这边右手边的 ESP32 上面的灯，或是这边有个马达。好，那我这边可用的那个指令呢，通通显示在这个地方。好，所以现在我来先试一下，开灯及关灯。开灯。好的，开灯。各位注意看一下这边哦，如果说关灯，这个地方灯就会灭掉咯。关灯。好的，关灯。OK， 那接下来呢，我来控制这个马达。打开马达。好的，打开马达。好，这边同步在做动作咯。关掉马达。好的。关掉马达。好，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同步已经有做了动作哈。那这整个 APP 大概要示范有这些。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有加一个语言的辨识哈。好，接下来示范一下怎么用不同的语言来做辨识哈。在这里呢，我先把中文选取英文。好，那现在它就是以英文模式来做一个辨识。那现在我按下语音指令 ，Turn on light。各位可以看到这灯已经亮了哈。Turn off light。OK，turn light off。好，这边灯已经关掉了。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马达。Turn on motor。OK，turn on motor。Turn off motor。OK，turn off motor。好，各位看到这边就已经直接来作为控制。好，以上就是这个 APP 我们要做的事情的一个简单示范。好的，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频道，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并且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哦。那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个 APP 的设计。左手边呢，这边是我已经写好的这个 VS ESP32 的程式，我先点2下。好，第一个呢是一个 Splash Screen， 就是一个开机画面。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设计开机画面。在 App Inventor 里面呢，开机画面呢就是永远固定在 Screen 1。好，那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把我这个 App 会用到的影像全部都上传。那我这边比方说用到背景啊、跟一些按钮等等的，我统统来做一个上传。好的，那我们全部都上传完毕了。那先开始来做一些设定。好，一开始在这个 Screen 1的地方呢，我们先来做几个设定。好，第一个呢是有关于 App 的名称。好，这边我就把它叫 Voice Control ESP32。好，那接下来呢，在背景的部分呢 ，Background Image 的地方呢，我来设一下是一个 App Splash 的 Image。好，点下去，选 App Splash Image。好，这个就是我开机页面的底图。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设一下这个 APP 的 icon。icon 在这个地方，这里，这个是我们 APP 呢，将来如果你上传到 App Store 的 icon， 所以我们来把它设定一下。好，这个是我的 icon 图。好，确定了。好，那接下来呢，这边我要设定一下萤幕的一个方向。好，这边我们要把它设成是 Portrait， 就是垂直式的拿法，设成 Portrait。好，那这边有一个呢，Show Status Bar 这个一般我都会把它拿掉，跟这个所谓的那个
scrollable 我也不 scrollable 我这边也先不选。好，我先把这个拿掉 ，show status bar。好，最后呢，这边有一个 title， 这个地方呢我也不要显示哦，所以我先把 title visible 这个地方也先拿掉。好，那你可以看到上面就不见哦。那这就好，已经设定好这整个 Screen One 的部分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先在这个画面上呢，在这个 Layout 的地方，先选一个垂直的一个 Vertical 的 Alignment 拉个进来。好，那这个的部分呢，我的背景颜色呢，先选成是 None。好。None 的意思就是没有颜色哦，就是透明的意思，没有颜色。接下来呢，我把它的高度呢设成是90%，那它的宽度呢设成是10%。其实宽度是没有差异了哈，只是让它把位置呢推到最底下来。好，那这个就结束这个部分哦。那接下来呢，我来再加一个水平的 horizontal alignment， 加这最底下来。接下来呢，我要把这个 Let's Begin 这个部分呢，用一个透明的图贴在那边，当做是一个 button。好，所以我在这个 horizontal arrangement 的部分呢，我这边会先一样，然后背景先设成没有颜色。好，然后 height 呢就 auto， 那宽度就 fill parent。fill parent 的话呢，它就会跟这个整个是一样的宽。好，你可以看到它的宽度就一样咯。OK， 那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呢，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按钮，那所以我左手边呢会放一个叫 spacer， 事实上我就是用一个图形去垫一个空间呢，所以我把这个图先拿过来。好，那这一个呢，我就把它叫做 spacer。事实上 spacer 是随便怎么取都可以了。那我这边的要把它设成它的宽度呢是20%。宽度是20%，然后呢，它的高度呢，我就把它设成 fill parent。好，所以它的高宽带就是这个位置。那这时候呢，我们在左手边这里，左手边这个地方，好，就这个地方，我把它做一个按钮。好，那我就先抓一个 button 进来，抓一个按钮进来。好，那这个 button 的部分呢，我会先把它改名字，把它叫做 Let's Begin Button BTN。好，这样以后写程式的时候比较容易记哈。那一样呢，这边高度呢就把它选 Fill Parent， 好，跟这个一样的高，一样的高，这样子哈。那宽度呢，我就会设60%，宽度这边设成是60%。这样它会比较宽一点，这个宽度大概占住这个按钮的位置。好，那接下来呢，在 image 的部分呢 ，image 这里呢，我会用一个叫1×1，好，然后把它选 OK， 这边是1×1。好，那看到这一张图呢，就是1×1的这个图所在的位置。好，那1×1事实上只有一个画素，而且这是透明的，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图来当做一个 button。大概道理是这样子的。那在这个部分呢，我并不需要一个文字部分也先拿掉。好，那文字的颜色这个其实因为没有文字，所以没有差哈，就用透明的就可以了。好，大概是这样子呢，就做完我们这个 splash screen， 就是开机画面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到 code 的部分哦 ，block。好，点一下 block。好，在 block 这边呢，我们先找到左手边的这个 Let's Begin 的 button。把它放大一点。好，当这个 button 呢被按下之后呢，我就要去打开 Ctrl 这边有个 Open Another Screen 这里。好，当这钮被按下呢，我就来跳到 Screen。好，那我的 Screen 还没建好，我来建一个 Screen 叫 Main One。好，这边有个 S Screen。好 ，S Screen 我们来加入另一个画面，点一下，这 Screen 嘛叫做 Main。主要的 screen 叫 main。好，那我现在可以让按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有2个，一个是 main， 一个是 screen one。好，那我们再回到 screen one 这边，然后到它的那个程式区块，这里呢我就可以下拉成 main。OK， 那这个的设计很简单，就是说，当你今天
打开这个 App 之后，按下这个，它就跳到主要的画面去。好，那这个就完成这个我们的 Splash Screen， 就是开机画面的设计咯。好的，那这个 APP 呢，在左手边，我再按下这个的 Begin， 它就会回到是来把这一个内容统统设计进去。好，那在 Main Screen 的一开始呢，我要先加几个是所谓的 Invisible Component， 就是这些所谓的不可见的一些元件。好，那在 Media 这边 ，Media 多媒体这边哈，我这边有2个要把它拉进来的哈。一个是 Speech Recognizer， 这是连接到 Google 的语音辨识，跟另外一个这个 Text to Speech， 就是把文字呢用语音的方式来念出来。我要先把这个2个元素先拉到我的这个主要的程式里面。好，然后在 Text to Speech， 各位可以看到我拉进来之后，它会放在这个最下方的地方。它会储存在这个最下面的地方。好，那这样就是 non-visible， 就是它看不见哦，但是它有功能哦，它是没有 UI 界面的。好，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到底下这边有一个 connectivity， 这边有一个 web， 我们把 web 拉进来。好，这一样是不可见的一个元件。好，那这个元件呢，就等一下我们来针对 ESP32 下指令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元件。OK。好，那我们现在就拥有这3个基本的元件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main 这个部分。好，这里我要设的比较简单哈。第一个就是我不要看到这个 title， 好，这个 title 跟刚一样，我把它拿掉。所以我到底下这边来 title visible， 这地方拿掉，这样就可以咯。好 ，Title Visible 拿掉。那接下来就是我要设一下它的背景的画面。好，背景画面我这边已经有上传了一个叫这个 App Main 的 Background。OK， 那我就把它选好这个。好，那可以看到背景就进来咯。好，接下来你们做 Title Bar 这个部分，这个 Title Bar 的部分。好，那我们要做的话是，这是一张。label 好，但是我们先把它放在一个那个 user layer， 就是所谓的 layout 里面的一个 horizontal 的 arrangement 这边，好，先来设计一下这一个。好，第一个呢，我的这边水平对齐呢，跟这个垂直对齐呢，我都把它选成是中间。好，那背景颜色我来设一下 ，OK， 好，先选 center， 这里选 center。那背景颜色呢？我来选一个是 custom 的颜色。好，颜色的代码是这个。好，这我用到的是这个代码。OK。好，先选这是背景的颜色。然后呢，它这边的高度呢？我就把它设成是 10%， 因为这个从上面到下面这大概占10%左右，所以高度把它设成是10%。OK， 然后呢，宽度我希望它是从头到尾，所以是要从头到尾，所以叫 Fill Parent， 就把它选这个width 这边宽度，把它设成 Fill Parent。好，那这样的长条形就出现咯。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中间呢放一个label。好，那这个 label 的话是中间这个字，好，所以我现在来到 user interface 这边抓一个 label 过来。好，这个 label 在这里，把 label 拉过来。OK， 那我这边 label 要变更的有几个是，第一个是label 的那个字的大小，先把它设成24，字大一点。接下来呢，它的颜色，这边是黄色，所以把颜色这边有一个 text color 在这里，这边颜色把它改成是黄色。OK， 那这一个文字呢 ，title 就是 IoT Voice Command App。好，那这个部分就已经完成了。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这个 How can I help 这个框框。这个地方呢是等一下，当你下了指令之后呢，Google 的那个语音辨识完成之后，会把文字送回来。那我们就把这文字显示在这个地方。好，就是你下指令的部分都会显示在这个地方。好，但是我这边应该因为这边有一个框框在上面，好，另外一个框框在底下。所以呢，我现在要做的是把这边先做一个大框框，好，那中间再挤2个框框，所以这个上面框框字可以对中，好，那底下这个框框的字可以朝对下，好，所以我必须要先做一个所谓的垂直，这边的 layout 这里，先做个 vertical 的 alignment 这里，好，先拿一个进来，好，那这 vertical alignment 呢，我们的水平呢，就是水平是靠左哈，但是我的那个alignment vertical alignment 这边是靠上，好，这个是这个框框 ，OK， 好，我们先把背景颜色设成是没有背景颜色哈，背景颜色先 none， 我要变透明的，所以先成 none， 没有颜色 ，OK， 然后高度呢，从这边到这边的高度，我大概抓大概65%。所以我这边就高度先选65%，好，那大概是65%。那宽度呢，就是 Fill Parent， 把这个整个宽度占满，选择 Fill Parent。OK， 那这样大框框就出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在上面，在这个大框框里面再放一个框，这边再放一个框。好，所以这边是再放一个 Horizon 的 Arrangement， 这边再放一个。好，那这个部分呢，我的字应该放这个框框等于是外框，好，它是在这里面，所以这个里面呢，它等于对中，所以我这个 Alignment 这边通通要设成是至中，这个要至中，好，这个也要至中，好不好？那我们来把这个改成 Center， 那这个是 Center。好，然后一样背景颜色选 none， 没有背景颜色。那高度呢，大概抓35% 好了。高度这 Fill Parent， 宽度啊全宽哈，然后高度来选一个叫35%， OK， 所以就抓这个宽度了 ，OK， 就抓这个大小。现在我要把 How can I help 放在正中间，所以呢，这个 label 我们要放一个 label 在中间。到 User Interface 这边来，抓一个 Label， 这边 Label 在这里，好 ，Label 抓过来，好，因为刚刚我已经选这个外面是对中嘛，所以它现在就要正中间了，好，所以呢，我为了程式撰写的方便性哦，等一下我会把这一个先改一下，这个把它改成叫做 User Label。好，那等一下程式撰写的时候，不要容易找到那个 label。好，那这个 label 呢，字形大小把它设成是36。好，那字的颜色把它改成白色，这样才比较看得见。OK。好，那 default 呢的内容呢，就是 How can I help， 对不对？左边是 How can I help， 这边写 How can I help。How can I help？这样子一模一样咯。好，那我现在在这个大框框里面的上面完成了，现在我要把这个底下放一个小框框。好，所以我要再拉一个 horizontal arrangement 进来，这边 layout， 再拉一个 horizontal 的进来，这个再来一个进来，好，再来一个进来这里。好，那这个 horizontal arrangement 这个呢，一样是我来把这边水平呢，就把它选是中间。好，那 vertical 选 button。好，因为我希望这个字当然是放框框底下。好，所以现在这边的设定是这样子，至中。好，但是这个底下呢是要对下，所以它就可以把字放在这个位置。好，那一样呢，我们来设一下它的所谓的高度。高度呢，这边抓25%。就这个高度，抓25%。
好，那背景颜色一样选 None， 比较透明的颜色。那宽度要 Fill Parent， 所以它可以跟它一样宽。好的，所以我等下 label 的字就可以放着朝着底下了。OK， 好，接下来呢，我要来把这个当做一个 label 来放进来，所以我在 User Interface 这边呢，我就抓一个 label 进来这里。好，可以看到它已经朝下了。好，那我这边也来把它 rename 一下，因为这个等一下如果程式要写比较方便，把它叫做 available command 的 label。好，这样它就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在那个颜色，字形颜色改成白色。好，那这个一开始 command 的部分呢，我们就来把它打进去整个字串。好，加 Enter。command 就开灯、关灯、打开马达、关掉马达。这个是提醒使用者目前有哪些指令可以使用。OK， 好，那这个完成这个上半部的地方了哈。接下来我们在右手边这边放一个下拉选单，可以选语言。好，那这个部分呢，一样哈，再拉一个所谓的 horizontal 的 arrangement 进来。好，在这里，在 layout 这里再拉一个 horizontal arrangement 进来。OK， 那这个呢，水平呢，这个就要靠右，因为我这个是在右边嘛，好，所以这么靠右。然后呢，高度这样子，大概10%左右就好了。所以我的高度呢，这边就把它设成10%。哦，这边是10% 就好了。OK， 好，接下来呢，宽度，我的宽度一定要到最宽，所以我的文字才能放中间。因为我现在如果没有把它选 Fill Parent， 你的这个中文的选单就会停在这里。OK， 好，所以我这边要在 Width 要选 Fill Parent。好，宽度才会一样宽。哦，这样等下它才会靠右。我这边选靠右了嘛 ？OK， 那还有一个是颜色部分，没有颜色。OK， 好，接下来呢，我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下拉选单哈，我点进去会有一个下拉下拉选单，好，所以我这边是一个下拉选单。那这个就是要选User Interface 的所谓的 List Picker 这里。这个 list picker 哦，让你有下拉选单。好，我就把这个拉进来。它这边有一个叫 elements from string， 就是我可以把一个字串的放在这里，让它自动产生选单。哦，所以我这边把那个我刚刚设定好的语言这边有，中文 English、Japanese、French 跟 Spanish， 我把这些放进来，等下这边就会变成一个选单。好，按下 Enter。好，那这个选单已经有它的内容了。好，接下来呢，我这边这个按钮的部分呢，这个有圆角，好，这按钮有圆角，可以如果仔细看，这按钮是圆角，有没有？所以我可以来选择它是圆角的。那我在这一个所谓的这里 shape， 这个 shape 可以选择是 rounded， 好，它就变圆角。你们看是不是圆角的？好。那接下来呢？这文字呢一开始显示是 language， 好，所以让使用者可以选。好，这边显示是 language， 显示语言，好，让大家可以做选择。那这个部分呢就已经做完喽。好，接下来我们来做最后一个 voice command 的部分哦，它是一个按钮。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我来放一个所谓的 layout 这边抓一个 vertical， 好 alignment。那这个部分呢，一样是背景先选没颜色，然后呢，高度呢，这个高度抓15%，好，高度抓15%， 15，抓15，好，那宽度当然就要 Fill Parent， 好，宽度就要 Fill Parent， 所以它才会到这边来。好，那接下来呢，这中间呢，我们要放一张图进来。那这张图呢是叠在一个 button 上，因为等一下我们是一个 button 要可以被按的嘛，哈，所以到 user interface 这边来，再抓一个 button 进来，这个 button， 好，再抓一个进来，抓一个 button 进来到这里来 ，OK， 好，那这个 button 呢，我们要来改名字哦，为了程式撰写方便，
这个 button 呢，现在来把它 rename， 把它叫做是 voice command btn。好，这 voice command button。好，那改完之后呢，这一个高度设成是10%。好，那宽度呢，把它设成是70。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图放到这个 button 上，好，就是选 image 这个地方，点下去。好，那我这个是叫做 voice button 的 PNG， 按 OK。好，各位可以看到它图就已经出来了哈。那当然，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先去掉，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button 了嘛。OK。那接下来就是它没有置中，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外面的这个 vertical alignment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设定置中。这里有没有 alignment？ 这里，这两个都可以把它设成置中，好，这样比较方便。好，来设成置中 center。OK， 那我的这个部分就已经界面就设计完毕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说明这个程式码的部分。好，点一下这个。好，进到 block 这边呢，我们就要开始来写我们的程式咯。好，那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做一个是几个变数。好，一开始我们先来设定一个 IP address。好，一开始呢，先来选这个全域的变数哈，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 access 到它的一个变数。好，那我们先来一个进来。先来 initialize 一个 global 的变数名称。好，那这个把它叫 IP address。好，那至于 IP 的话呢，我们的 IP address 先设定在固定的这个 HTTP 的192.168.0.127。好，这是我目前 ESP32 上网之后拿到的一个 IP address。OK。那接下来呢，再做一个全域的变数哈。那这全域变数呢，目前我先把它叫做 language list。好，那这个呢，我会建立一个空白的 list 给它。好，这等一下的话储存我们所有的那个语言类别代码的一个部分。好，当这个 main 的 screen 呢启动之后呢，就 initialize 哈，当它被启动之后呢，我会先到 list 这边来，然后 add item to list， 就把这底下这些语言代码统统加进来。好，那我这边呢会用到就是这个所谓刚刚讲的这个 global language list。那这个呢是储存说我这一次要辨识的语言的代码。哦，那我去查了一下。Speech recognition 也好，或者说 text to speech， 它都会先辨识一个语言的代码哈。那这语言的代码呢，是在这个叫 list of ISO 639-1的 code 里面哈。比方说，我如果要找它是属于日本的部分呢，好，这边呢就有 JA， 好，那 JA 呢代表的是日本。好，我们看法国 French， 好，这边有 French 呢就是 FR 这里。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代码弄进去。我们看台湾，找 Chinese，OK，Chinese 呢用的就是 ZH，OK，那我们就把这代码统统做到这个正列里面去。好，所以在我的程式里面，这里呢，在我程式这里面呢，我就先把刚刚那些代码加进去哦。OK， 那一开始是 ZH， 第一封呢就是 ZH， 就是中文。好，那我这边会有5个，所以我把这个 item 拉5个，4再一个。好，第一个是 ZH， 然后再就是这个所谓的 EN 英文、西班牙文。好，那之后呢，我希望这个 language 呢，这一个呢，到时候会放到 language 的 drop list， 就是我按一下这个的时候，它会显示这些5个选项嘛。好，我希望它是去互相是对应的。好，所以一开始呢，希望它是设成是中文的。好，那各位刚刚记得这边我这个 language 这边，好，1、2、3、4、5，第一个是中文。好，第一个是中文，所以我现在把这个选项呢，第一个要设中文 ，default 让它是选在这个中文的位置。
那怎么做呢？这个呢，你就要到那个刚刚这个list picker 这边。这 list picker 我们刚刚没有改名字，我们到去改个名字好了。到 designer 这边，这个 list picker 呢，我们先把它 rename 改一下，这名字呢，把它叫做是叫 land drop down language drop down list， 这样等下写成是比较容易记。好，再回到 block 这边来，那在这边呢，就会有 language 的drop down 的 list 这个部分。好，那这里呢，我需要做的话，事实上是找到呢 selection 的 index，OK，selection index， 这个 selection index， 好，这个意思是说呢，你先把这个 drop down 呢的 index 呢，先设成是第一个。那设成第一个呢，它以后这边显示就会显示是中文，而不会是 language。好，所以一开始就可以有内定的一个选项。所以呢，现在我来把这一个它是个 math， 它是0哈 ，OK， 所以把它拉进来，好，请它选在第一个。所以这程式开始呢，它就会是显示是中文，好，是这样子的。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希望选项是第一个，是选到这个1嘛？好，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也希望说它能够选到就是显示是第一个。好，这里面第一个，所以我把这第一个元素提出来。那怎么做呢？这边就是要拿到一样 set 这个所 language drop down 的 list 呢，去选取它的文字。好，这上面的文字要显示什么？是 text。好，那我要显示第几个呢？我要显示呢，就是这个 language 的 drop down list 的 language drop down 的 selection。OK。这个好，这个不要。那这样子呢，它就会把你所选的那一个第一是中文嘛，对吧？第一个是中文，它就把它放到这个 title 里面去。对不起，不是 title， 是 text， 放到 text 里面，它会把 text 放上去。title 是这个地方，然后这是 text， 所以我现在就是把它设定成你选项。所以我的程式一开始呢，它就会把它显示是中文，就不会再显示 language 了。这样子你就可以 default 是设在这个中文。好的，那接下去呢，就是当我按下这个 voice command 的话呢，我就可以对这个手机来下语音的指令。好，那这部分呢，我们就要在这个 button 先选到这个 button， 是 voice command button， 点下去。好，当这 voice command button 呢被 click 之后，好，那我们来做一些事情。好，当它被点下去之后呢，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先设成空白 ，How can I help 这地方设成空白，好，因为这每一次都要显示你刚刚说的指令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呢，这先把它设成空白的。好，那这个部分呢是在那个 You set label， 刚刚说这个地方 You set label 这里。You set label 的text， 先把它设成是一个空白的，先抓空白过来，所以你按下钮之后，这边先被清空，清空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呼叫那个 speech recognition。接下来呢，我就要到这个speech recognition 这边呢，这个地方来，然后得到所谓的 get text。它就会把你刚刚说的话呢送到 Google 的云端，好，然后再拿到一个辨识完的文字，好，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有一个叫做点这里，这边有一个叫这个区块，好，当你拿到文字之后呢，它会产生这个区块 ，after getting text， 我会拿到这个文字的区块，好，那因为这个我刚刚已经透过这一个区块拿到这个文字了。所以我现在直接就可以把这个 You set label，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label， 就是这一块的 label， 直接呢设定成是这个结果，这个 result 呢就是刚刚 Google 丢过来的这个结果，所以这边就会，如果说你说关灯，这个就会说是关灯，那关灯就会丢给这个 label， 那这边就会显示是关灯，OK。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去判断说，我到底是中文还是英文？好，然后依不同的语言来做判断。所以我在这边底下呢，我做一个 if， 先做一个 if else 好了 ，OK，if else 这个，如果呢你的 drop down 的 selection 这个。就是你下拉选单这个是什么？比方下拉是第一个，好，那它又是等于中文。下拉选单的这个内容是中文的话，好，所以我们就到这里来，到 language drop down 这个地方。如果你的 selection 这个 language selection 呢是等于中文。好，是中文，所以我就是中文好，它是等于中文的话呢，这时候呢，我就来呼叫 procedure， 我要呼叫 procedure， 所以我先来做一个 procedure，OK， 好，当如果是中文，我就在这边处理中文相关的指令，好，所以我这个 procedure 呢，先把它叫做是叫 action zh 中文的代码。刚刚说 ISO 代码 ZH 嘛，好，所以我这边就可以呼叫咯 ，OK， 就 call， 好，那它就呼叫这个做这个所谓 ZH 中文相关的一个辨识。好，那如果 else 呢这边，刚不要这个，来重弄一个，这个我可能要这个才对。好，如果这个语言的辨识呢是等于中文。然后呢，我就去呼叫这个，好。可是呢，如果这一个呢，这个地方呢的 selection 显示是，比方说是 English， 好，刚刚我第二个选项是 English， 这里有没有？如果它是等于这个 English 的话呢，我就来呼叫另外一个选单，好，这边 procedure， 再读 procedure 好了。action en， 如果呢这边选的是中文，那我就去用中文的方式辨识，好，并说出那个语音。那如果英文呢，我就是到 action en 这里来，所以我这边一样在一个 call en 这个。好，那这里面有一个 else， 这没有 else， 就像这里。OK， 好，那我的程式目前只有判断中文跟英文。好，那如果你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自己增加其他语言的部分。好，那这里用2分钟说明一下这个 procedure 事实上就是一个所谓的副程式的一个概念你把它想说它就是一个function。那每次呢，我要呼叫这个function呢，它是一个指令很多的一个副程式，所以每次呼叫这个 ZH 呢，它会辨识说我到底是下了什么指令，好，然后我们要对 ESP32 下什么指令，所以我如果通通把它塞这边整个程式看起来很冗长，好，所以我以副程式的方式，好，那改写之后呢，我的这个程式看起来就会比较简洁，那呼叫这个 action ZH 就是呼叫中文辨识的部分呢，就通通包含在这里，好，那这英文也是一样。好，那在这个辨识这个中文跟英文的程式之前呢，我上面呢还要再做一个部分是属于，当你去选了这一个英文、中文的时候呢，它需要把这个所有的代码，这些代码通通丢到程式里面去，通通丢到这个通通丢到 App Inventor 里面去，让那个 Google 的 Speech Recognition 去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部分还是要做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必须在做针对它来做一些程式的设计。好，那这个是属于language 的 drop down。当这个 language drop down， 如果你有去改变它的内容的时候，我就要改变这个相对的代码。所以一开始呢，我会先把这个 language drop down 的 text。我先把这个 language drop down 的 text， 就是这个 after picking 的意思是说，当你挑完了之后，我点了以后，
挑完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个文字呢设定成什么呢？设定 language list。好，所以这个 language drop down 的 text 呢，就选择当你按下这个选了中文之后，我必须把中文显在这个上面。好 ，language drop down 的 text 呢，就是要显示这个中文。那它的参代数呢，就是 selection。所以你这边往下拉，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 selection， 这边有个 selection 丢进来。好，所以你选了什么呢？选的中文呢，这个中文就会显示在这个 text 上，所以这边就会显示这中文。好，这个 language text 的 selection 是这样做的。好，选完之后就把它送进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text to speech 跟 speech recognition 那边的语言代码要设定这个，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说要设定这些东西？好，所以我在那 speech recognition 这边，我先把这个 set language。好，跟另外一个是 text to speech， 这边也是需要设定它的那个 language 哈，所以我这边设 language， 哦，这个 language 就要设定它的代码，哦，那这代码在哪里呢？就在这边产生，有没有 ？OK， 好，所以我从这个 list 里面去挑，这是一个 list， 对不对？这个 list 呢是叫 global len list， 好，所以我从这个 list 里面去挑，那我就list item list index， 我要找到它的 index 哦，所以是这个。好，那它的 list 是叫什么名字呢 ？list 就是 global len 的一个这个 global len 的 list， 好，这是我们刚建立这个 global len list， 有没有 ？OK， 那它的选项呢，就是你 drop down 里面的选项，好，你选了第几个，那这就会带进去第几个，好，所以我就把这个所谓的language 的 drop down， 好，这边有叫 selection 的 index， 记得哦，现在选的是叫 selection 的 index。好，没关系，我先把这个一样再 copy 一份下来，因为这个也是一样这个部分。好，那就拿过来。哦，刚刚这是叫 selection index， 我选错了啊 ，selection index。好，好，他选了第几个的那个数字，好的对应。比方你选第一个，那就第一个；选第二个就第二个。记得这 index 是第几个哦？我们刚刚已经把它选到第一个嘛，所以一开始它可能是第一个。但是如果你做了这个不同选项，它就会才变成是别的哦。那这号码就会是对应这个数字哦，1、2、3、4、5哦，会做对应。那它就把这个你要辨识的语言码带到这个 speech recognition 跟 text to speech 哦，让 Google 这部分可以做成功的辨识。那其实我故意不做设定哦，它有时候也是可以辨识的出来，但是不是100%，所以最好还是告诉他你要辨识的语言是什么。OK， 好，那这是属于这个下拉式选单的一些用法。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写这个所谓 action zh 跟所谓 action en 哦，事实上这两个会一模一样哦，只是说一个是辨识中文，一个辨识是英文。所以在这个部分呢，等一下我就会用 copy 的方式来做全部的程式哈。好，那一开始呢，我要先做一个if then else 好，来先从这边先选一个 if then else， 这个好了 if then else，OK。好，那一开始呢，我先判断说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好，是什么的指令。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从刚刚从这边来看得到。好，那刚刚有说哈，这一个辨识出来后的文字呢会放在这里，所以这个 use label 的 text 就是我们刚刚辨识的一个结果。好，所以我们可以由这边来判断说现在到底是下什么指令。好，那一开始呢，我就把这一个到那个 use label 这边 ，use label 这里。然后看它 text 这个，好，我先用逻辑判断，这边打开这个逻辑。如果呢 use label 呢，辨识是等于开灯，就是说你这边出现开灯，哈，也是语音指令下的开灯，所以把这个开灯的指令写在这边来。好，开灯，开灯。好，语音指令辨识是开灯，这时候呢，我就叫 text to speech。从这边拉，这边 text to speech， 好，那我就叫它
把这个开灯的指令好给说出来。那这边就是说，因为这是由 Google 来回应的，我们要把我们指令重复一次，所以我这边就再加个好的开灯，表示它是收到指令，好，然后做这个动作。接下来呢，我就要呼叫这个 URL 这一个部分 Web， 好 ，Web 这边呢有一个是点 URL， 好 ，set Web URL 这里。好，那这个部分呢，我必须设定我刚刚抓到的这个 IP address， 好，因为我去呼叫这个 URL， 那这 URL 就是我 ESP32所抓到的 IP address， 好，所以我这边用个 join 这个，好，那么 join 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 IP address， 好，因为 IP address 可能常在变，所以把它设成一个变数，以后你只要改这里就好，程式里面就不需要再去动了。好，那这个地方我就先设定抓到global 的 IP。好，那接下来底下的这个部分呢，这是在 ESP32上的一个设定。好，在 ESP32上我们用到是一个async web server。那 web server 呢会收到这个指令。好，那我这边设的指令是叫做 go， 然后问号 motor。第一个是马达，好，第一个我本来是要设计2个马达，后来想说范例做简单一点，所以我只做了1个马达。那再来就是 rotation 呢是多少？是等于0。好 ，rotation 本来是用来转动马达的，但是因为我还要去开灯跟关灯，所以我就把这个 rotation 是0的话呢，当做是关灯。那1的话呢，当做是开灯。目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开灯的部分呢，我就设定是1。好，那这样子呢，透过这个 Web 的元件呢，它就可以丢个指令到我的 ESP32去，来达到这个所谓的关灯的效果。好，那这样还没有做完哦。当我把这一个这个弄错 ，OK， 这应该放这上面来哈。我先呼叫这个 text to speech 呢，把我得到刚刚的指令辨识出来的指令先重复一次。重复之后呢，我就先设定了 Web 的 URL， 还有这个所谓的参数设定在这边。接下来呢，我就要去 Web 这边呢去呼叫，去扣这个 Web 呢，用 get 的方式，去呼叫这个 ESP32， 然后把这个指令丢到 ESP32上，让它来做回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ESP32上的程式。好，在 ESP32呢这边往这边看哦，这等一下我再做一次说明哈。好，这里。好，我用这 Web Server 呢是 ESP Async Web Server。这个 Server 呢，如果收到斜线 Go 之后呢，它就会执行这个区块的程式。OK， 那我底下就会去判断第一个你有没有拿到 motor 这个参数，第二个呢你有没有拿到 rotation 的参数，有的话呢，它才会进入到这个程式区来进一步判断它所要做的动作。好，那这边有个 rotation。好，跟一个是 motor 拿到之后呢，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先把0跟1呢拿来做灯的开关。如果这个 rotation 拿到的是0，那它就会做一个这边 digital right 呢 LED low 就可以把那个ESP32灯关掉。那如果你今天拿到 rotation 呢是1，那我就把这个 my LED 设成 high， 那它就把这灯打开。好，那如果不是0也不是1呢？如果是其他的角度呢？我这边做一个 server 的 spin， 好，就去转动我的伺服器。好，那 server spin 的副程式呢是在这个地方，好，在 ESP32的 server 这边，好，点一下，它的 spin 就在这里，这个 server spin。server spin 呢，事实上就是把你带的角度带进去，那检查呢它的角度有没有超过最大角度跟最小角度，因为我们这个 SG904 马达太大角度太小角度可能会把这个马达给破坏，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保护哈。如果大于最大角度或小于最大角度，它就等于那个角度。OK， 那这时候呢就是再把 server LR 写个 right，
angle， 那它就会转动这一个伺服器到那个角度去了。OK， 那我们看到我这边有设定的是 OK， 这边有 max 的 angle 170，好，跟 minimum angle 10，就是要伺服器保持在这个角度的范围内来做一个移动。好，那我们再回到那个 App Inventor 这边。好，那这边呢，刚刚就提到说 Web 1呢就是这样子去下指令的。好 ，OK， 那刚刚是讲开灯，那关灯的话呢，好，开灯是把这 rotation 这边是设1，就是开灯，对不对？那 rotation 是0，就是关灯，所以我可以把这整块区块再 copy 下来。OK，sorry， 那这个区块是拿错了，那我们再来拿另外一个区块 ，if then else， 这个。好，如果呢是这个条件开灯，我就呼叫 ，OK。好，那如果说是这个区块，再 copy 下来。好，刚是做开灯嘛，哦，那再来就是我要做关灯，关灯。好的，这边写关灯。好 ，OK， 那开灯、关灯都有了。那记得这个 rotation 的地方 ，rotation 这边要设成，这边是1是开灯，那0是关灯，所以我把这改成0。好，那这样就达到0，这样就达到 LED 开关灯的目的了。OK， 那接下来呢，我要做打开马达跟关闭马达动作。那事实上跟上面是一模一样，所以可以把这个整个区块呢 copy 下来。copy 下来一份。好，这边是检查你说了什么。好，刚是开灯关灯，那这一次底下是要检查说是打开马达，打开马达。好，打开马达。那底下就说好，打开马达。好，那这 rotation 呢，我刚刚有呼叫一个叫做 spin，servo spin。好，那如果是打开马达呢，我就把它设 rotation 是10。除了0跟1会打开 LED 之外，其他数字就会按照那个数字去跑，所以这个就会把这个伺服马达转到10的这个位置。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说的是关掉马达，好，那关掉马达的部分呢？关掉马达部分一样哦，这边要把它写。好的，关掉马达这边改一下。好，那它的旋转的角度呢是170度。OK， 好，那程式到这个目前为止呢，我们针对中文的辨识也已经写完了哦。好，中文的辨识就会走这一个程序。好，那我刚刚有说过，事实上这个英文的部分呢，只要你选了语言之后呢，它就是呼叫不同的程序。那事实上辨识这边只要把这边改成英文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先来做这个英文的变更，把这个 copy 分过来，调到这里来。第二个呢 motor 一样 copy 分过来，调到这里来。好，那辨识中文英文就差在中英文的差异。所以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地方改写一下。好，如果这边英文是说的是 turn on light。好，那这边就改成说 ，OK，turn on light。好，那指令没有变哦，指令还是一模一样，对不对？然后这是 turn off light， 这边改成 OK，turn off light。好，那底下部分呢，打开马达就是把它改成英文的 turn on motor。那这边就说 OK，turn on motor。那这边是 turn off motor。好，指令是 turn off motor 的话，那这边就 OK，turn off motor。OK， 好，那这样它针对中文跟英文的辨识都已经完成喽。接下来呢，你就可以把这个程式呢，用这个 build 的方式呢 ，build 成一个 APK， 然后扫描到你的手机来测试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这个就是有关于 App Inventor 上面，你所需要写的程式，大概就是这样子。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写 ESP32上的一个程式。那这程式呢，第一个呢，请你先到我的那个部落格这边，好，这边有井27，好，这个是2021年7月5号，请你先到这个网站呢。到这个最底下这个程式码，先把这个程式码全部复制到你的编辑器里面。好，我用的是 VS Code， 那你用其他的程式 IDE 也都是可以的。好，那先 copy 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来撰写。那我这边只会把我的程式已经写好了，所以我只会把这2个程式之间的差异点来告诉你。好，第一个呢。好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我要先 include ESP32 server.h， 那这一个呢 ESP32.server.h 呢，好，等一下我也会放在这个部落格里面，好，事实上它没几行啦，就是先设定 server 用哪一支 pin， 我用的第13支的 pin 和13只脚，那接着呢就去把这 server 呢呼叫一个这个就这个 class 呢。把它 initiate 呼叫另外一个出来，好，然后设定最大最小的角度，保护这个伺服器。接下来呢，我设定一个伺服器的角度，好，你在设定的时候，你有设定说它是50赫兹的 server， 好，这是在网络上查到，这一般 S90都是50赫兹的。好，那接下来就设定一下它的那些参数，测定之后呢，我就转定到这个设定的角度是90度。接下来呢，就是一个 servo spin。servo spin 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让伺服器转到那个固定的角度。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要打开这个 ESP32上的灯，所以我这边设一个 MyLED2，用的是ESP32 -S 上面这个固定 LED， 就是它的 pin number 就是2。这边其他的我都不解释了。如果你有兴趣去看我这个27篇的文章上面的 YouTube 的影片。好，那另外呢，接下来呢，我这边会设定一个 device name 叫 Voice Command ESP32， 这个也是在网站上 copy 上所没有的，因为我希望 Voice Command ESP32 呢，在我的Wi-Fi AP 上能够很快找得到，所以能够把它的 IP address 给找出来。好，接下来呢，因为我们有设定这个 LED 了，所以这边 pin mode 设一下 My LED， 然后是 output。那这边有个 server 的 setup， 事实上这个 server setup 呢，就是呼叫这只副程式这里，setup 把刚刚这一块先执行一次。好，那其他的部分都一样这边我就先不说了。OK， 好，那这边唯一的不同是在 ESP a single Wi-Fi manager 这边，这个部分呢，我用的是 device name， 那就是会把这个 device name 刚刚我们设定 voice command ESP32 带进去，所以你在 Wi-Fi AP 上就可以看到这个 voice command ESP32。你也可以自己用自己喜欢的名字。好，接下来其他的部分这边我把这 device name 呢，在那个 serial monitor 这边可以印出来，这样我们比较容易去观察。OK， 那其他有变更的部分是这里。好，我们在 slash 就是你 access 到 ESP32 的主页面的时候呢，这边本来只有写 Hi I'm ESP32S， 那这边呢我多加一些参数 slash update， 让你可以去更新你这个分位的部分。好，那更新分位的部分也请看我之前的影片好，那这边我还多增加一个是这个404。当你web server 点 not found 的时候呢，就是你随便打一个网址，但是网址找不到，那 ESP32 就回给你这个叫 page not found 这个错误。OK，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web server on 呢 /go， 这我刚刚提过，当你用 web get 的方式来下这个 go command 的时候，你要带2个参数。那第一个参数叫 motor， 第二个参数叫 rotation。如果你有这2个参数呢，我的程式才会去做执行和判断。如果你都没有这2个参数的话，那事实上这边就会告诉你说，指令是错误的。serial monitor 会印出指令错误。OK， 好，那这边的参数呢，我先来说明一下。这里事实上只是拿到这个motor。拿到它这个到底是第一颗或第二颗 motor 的这个参数。那第二个呢，它会检查 rotation 到底是转动多少度。刚刚有说过了，0的话呢就是0度，就是把那个 LED 关掉。那1的话呢，就是把这个 LED 打开。那如果其他不是0也不是1呢，它就转动到那个固定的角度。
最后呢就会送一个这个200给你这一个Web Inventor， 告诉他说你执行成功了，并且会送个 Command Executed。如果你用网页的话，它会把这个送到你的网页上面来执行。好，那其他的部分都没有改变哦。事实上 ESP32 的程式这边所变更的并不多，所以呢，请你到我的网站去 copy 一下这个程式，把我有加上这些符号的通通加上去，那你的 ESP32 程式就完成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要介绍这语音控制 ESP32 IoT 必备的程式库的一个范例，里面说明了告诉你怎么写这支 App Inventor， 怎么用它来 Remote Control 你的 ESP32。那 ESP32 的范例呢，我也放在我的那个部落格上面。好，那不知道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有问题呢，请在底下留言。那如果你有其他的建议呢，希望我们做一些其他的影片。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很谢谢您观看，希望这支影片能够帮助到你，也希望你学习 ESP32 跟 App Inventor 非常的顺心顺利。好的，那就这样子咯，拜拜。良い天気ですね。日文的可以耶。Bonjour。こんばんは。